为了小伙伴们更加便捷的查询参考，我们对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后台数据做了改版。以后你只要看到我们出了某款机型以测评为名称的视频，例如三星 S8 测评，你只需要在微信公众号后台直接回复机型名称三星 S8，即可查看更加全面的数据。不光有实拍样张对比，还有性能跑分、发热续航等等众多实测数据。以后你买机或者给别人做参考，只要我们出了测评视频，你都可以随时在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查看。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做你的实时测评数据助手，免费的，赶紧上车。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小白测评，我是王炯。今天这期视频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iPhone X 这台手机呢，也确实是2017年以来让我最激动的一款手机啊！我也不用虚伪，确实是让我最激动的。赶紧打开，咱们就废话不多说了。包装盒的大小呢，其实要比这个8P 呢稍微的要小一些，这盒子上，而且这次的盒子呢全部都是白色的版本啊，因为它只有这个2个颜色嘛，一个银色，其实也就是白色，还有一个全黑色的版本。我这台呢是64G 的黑色版本，因为当时呢我们是抢了2台，就是怕这个出现一些意外，结果果然256G 那个大内存版本就出现了意外啊。这次呢应该也是最差劲的一届黄牛啊，这个 iPhone 8P 呢还有就是 iPhone 10这价格都没有炒起来，首发的时候它的货呢也是非常多的。 Designed by Apple in California， 哇，这就是真机了，咱们先放在旁边。哇，比我想象中的要小很多啊！里边的配置呢，其实就和 iPhone 8P 呢应该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一个 AirPods 啊，然后它是带一个转接头的，然后数据线，然后充电器。这次非常让我遗憾的一个点呢，就是它这次默认的充电器依旧是这个万年不变的5伏1安啊。确实有点过分了，因为都到现在了，起码给一个5伏2安的是吧？起码给一10瓦的充电器啊，就不给你，就让你买配件。一丝指纹都没有沾的手机，这个应该是最漂亮的时候啊！咱们先开机，噔噔噔噔。后置的这个摄像头呢，这次也是改变最大的一个地方，是一个竖置的啊，这个是 iPhone 8 Plus 啊，这个摄像头呢体积上模块的体积上也要比这个8P 呢大了非常多，还是一个单卡并没有这个升级为双卡啊。然后它改变比较大的一个地方就是像三星的卡托一样，外边加了一层胶圈，为它这个 IP67的防水级别嘛。大家可以注意到这个输入法啊，我感觉应该是还没有优化完全嘛。它这个下边呢会空出来一块，就并没有像这个比如说取消 Home 键之后，它这键盘直接落下来。我这块默认的屏幕呢是有一点正面看有点偏黄的情况，大家在视频上呢应该也能稍微的看出来啊。其实正面打开之后呢，非常的震撼，确实上面呢只有一个小刘海，但是它的这个边框还是比较宽的。对比一下小米 Mix 呢，就是被大家吐槽改变之后边框非常宽，但是 iPhone X 还要更宽一些啊。这个其实也是现在全面屏的一个总体的弊病吧，就是边框做的比较宽，因为没有额头下巴这个支撑之后呢，首先刚性上就是这个手机的放摔性啊，或者说抗压性上就大打折扣了，所以说做宽边框也是一个不得已的方法吧。屏占比方面呢，这次它的屏占比是80%出头，其实和这个小米 Mix 呢是差不多的，因为它边框呢是比较宽的。现在是录入面部 ID 的时间，大家注意到现在我是戴着帽子，而且戴着眼镜的。咱们这种状态情况下录入啊，一会儿呢咱们把这些都去掉，就事儿测试一下它的面容识别。好，它现在识别到我的面部，然后我以鼻子为中心画一个圈儿 ，OK。就完成了，非常快。它要再验证一次，那也非常快。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顶部呢，也是取消了一个电池的百分比，而且上面呢确实比较怪啊，你需要在视觉上呢适应一下就是上面这个额头有一点逼死强迫症的感觉，我现在怎么看它就怎么不舒服啊。整个手机的握持手感呢，其实和 iPhone 8呢是差不多的，我这是8P 啊，这个后面玻璃的质感呢也都差不多，但是在中框上差别是比较大的。比如说我们这台这个灰色的8P啊，它就是有点磨砂质感。iPhone 10呢，它就有一种抛光的工艺在里边，整个这个中框呢是非常亮的。苹果呢确实是不锈钢，然后铝合金、不锈钢、铝合金来回倒着用。进入在之前呢，它会有一个简单的应用，比如说这个
上滑、悬停啊，还有就是左上角、右上角啊，这个一会儿给大家演示。现在终于是进入到里面了。这次呢，它取消了 Home 键之后，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原本集成在 Home 键上的这些功能怎么办？这个其实呢都是和它的一些手势啊，还有就是旁边的这个加大了的这个电源按键有关系。大家可以看到，这个8P 上的电源按键呢都没有 iPhone 10上的这颗大，大概有大了近1倍啊。比如说，我现在打开设置，我要回到桌面之后，没有 Home 键了，只需要上扫一下就可以了，非常方便啊！而且我感觉这个操作呢也是比较自然的，由右上角滑下来是控制中心，左上角滑下来通知栏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你只要稍微熟悉一下就可以了。还有就是这次重点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大家比较意外的就是它为什么是竖置摄像头，这个困惑呢也非常多。直到昨天这个 iPhone X 的这个手拆解出来之后呢，就明白了，因为这次它前面呢集成了大概6、7个传感器，我在这给大家打上图啊，有特别多，我就不一一给大家念了。整个的这个模块呢占得非常大，这个位置呢都已经挤占了电池的位置和摄像头的位置。在后边呢是一大块了，然后它摄像头呢就没有办法再做成横的了。如果要是再做成横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前面都已经这么宽了，这个刘海会跟它后面的一个摄像头呢产生非常大的冲突，然后它只能是竖着摆放。而且这次的电池呢也是一个异形电池，就是分体 L 型的，是这样拐过来两小块电池连在一起。这次的电池容量呢是2700毫安时，和 iPhone 8P 上呢还稍微大一点，这个 iPhone 8P 呢是2675毫安时，反正也都差不多嘛。但是在续航上呢，别看 iPhone 10小，但是应该也不会好太多啊，因为这屏幕呢是5.8寸的，因为它屏占比非常高嘛。OK，咱们来对比一下目前的几款主流的全屏手机啊，小米 Max、S8、三星的 Note 8。努比亚的 Z17S， 这个也是号称目前全屏中比例最高的一台手机。好，现在就是比较主流的全屏手机，大家可以选一下你最喜欢的方案啊，走一波弹幕，1、2、3、4、5。方案呢，其实大概就分为3种，比如说1和4，还有5，两台三星的，一台努比亚呢，都是这种上下呢比较传统的，只不过是延长了屏幕的比例，把屏占比做高。还有就是像小米这种放在下面的。这次呢，还有一个质疑就是，它为什么没有下巴？它为什么可以做到没下巴？这个就是屏幕在这个技术上的一个突破了。因为今年最主要的一个技术就是 COF 的柔性封装，就是屏幕下面的基板呢可以折到后面，这个苹果这个直接给做到了后面。像小米这个，因为它做的比较窄嘛，可以给放到下面非常窄的地方。这个是我们事先呢先购买的一个清水套，其实它就是比较薄了啊。这个时候这个边框呢就尤其更宽了，但是由于它整个正面呢几乎都是一块屏幕，像小米的这种呢还带一个下巴啊，这个感觉上呢就要少了很多。OK， 咱们来看一下它的相机方面，体验上呢其实和8P 呢是几乎差不多的，但是呢它有一个小小的震动。我觉得国产目前比较大的技术差呢，就是在这个震动上面，比如说苹果和三星啊，它这个震动马达或者说震动的调教以及它的应用内部的做的都非常的自然，就像你感觉在摁实体按键一样。但是国内的这个震动呢，质感都是比较低的啊。一会儿呢，我们也会为大家拍摄一些样张。大家担心的这个没有 Home 键返回这个问题呢，其实并没有什么。我是刚刚上手，但是我现在已经非常自然的知道它会直接上滑就可以了。下面呢，它也会有一个白条给你做一个在视觉上的一个提示。刚才说的一个百分比的问题啊，下滑一下通知栏上面就出现了百分比，在右上角上。69%，现在我们的电量，但是滑上去之后，没地儿放了嘛，就没有了。后面这个摄像头的凸起呢，旁边边缘呢是90度垂直凸起，并不是像这个 iPhone 8P 一样有一个斜坡，而且在高度上呢应该是差不多，但是90度垂直的你就感觉这一块非常的硬啊，贴上了一块磁贴。后置的双摄呢，同样还是2颗1200万像素的这个摄像头，一个长焦一个广角，同样是长广方案。然后呢是支持双 OIS 光学防抖的，这个也是继这个 Note 8之后第2台支持双 OIS 光学防抖的手机。广角端呢是 f1.8， 然后长焦呢是 f2.4， 支持这个1080p 的240帧的升格。还有就是在编码上呢，这次其实和 iPhone 8呢都是一样，就比如说视频啊 H265 的这个压缩。OK， 手机把玩一会儿上手来说啊，稍微有一点点热，就是在这一块。
在后期的详细测评中呢，我们会和大家聊到这一点。在这个机器的大小上呢，是要比这个 iPhone 6或者 iPhone 8，因为它们都是一样大的嘛，要稍微的大一点，但是基本上握出来的手感是差不多的。不过在厚度上面就要明显厚了挺多的了啊。屏幕的分辨率呢也是接近 2K， 这个2436×1125，比较奇怪的一个分辨率啊，因为主要就是上面这个额头，然后是458的 PPI， 而且特别要说的是这块是 OLED 的屏幕。但是在屏幕的观感上呢，其实和 iPhone 8我感觉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啊。但是我这块屏幕呢，确实在刚刚开箱的时候呢，就有一点偏暖的情况。OK， 这台手机呢，整个拿在手里，这个操控感是非常好的，因为它整个呢正面几乎都是屏幕，单手呢基本上就是可以全部操作到了。你像8P 呢，单手呢就非常难操作到，要稍微动一下手机才能够到左上角。但是我如果右手操作的话，非常方便，所以说这个手机的操控感和握持感要好了很多。面部识别这次争议比较大的一个地方就是它识别之后并不会直接进入桌面，而是在锁屏界面这个呢也是需要有一些通知栏来显示，但是有些人就觉得它可能会慢半拍。OK， 咱们来快速的体验一下啊，识别。这个方案呢，其实和小米 Note 3上这个方案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小米 Note 3这个方案则是更加激进一些啊，直接识别之后就进入。iPhone 10的这个识别呢也是非常快的，但是就这一点上呢，我个人可能希望苹果给一个这个选项，就是识别之后直接进去，然后也可以有现在这种方案，让用户自己来选择。刚才咱们入的时候是戴着眼镜、戴着帽子的，现在咱们首先摘掉眼镜来试一把。OK， 也是正常识别了。我不看着这台手机，不行了，就没有识别。你的眼睛呢要看上面的这个传感器才能打开，这个也是防止，比如说你睡觉的时候别人拿你手机，然后扫一下就能识别，也是为了这个安全方面的考虑。但是我个人觉得在生活中这个就有点不太方便了，因为我必须要盯一眼这个手机看一眼。OK， 斜侧面也还可以啊。这个目前国产的这些方案呢都不会有这个问题，国产这些方案呢都是直接扫描识别到脸就可以了。但是在安全性上呢，这个到后期呢需要检验一下，因为目前呢有一种方案就是双胞胎是可以解锁的，这个在一些视频中呢也是得到了验证。OK， 我现在摘掉帽子，也摘掉眼镜，来试一下。OK， 解锁了。OK， 也是解锁了。我不看它的话还是不行。哦，翻车了，没有解锁。可能就是你外部面容改变比较大的话呢，在这个识别率上呢，确实会有一些降低。咱们来模拟一下户外啊，就比如说我现在正在吃饭 ，OK， 我可能两个手指上吃火锅呢，是吧？这个时候来信息了，我来点亮一下屏幕，看一眼 ，OK， 是可以解锁的。现在大概是一个45度的状态，这个很多时候，比如说学生上课啊，玩手机的时候，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角度啊。并没有解锁。在这么多体验中呢，我发现其实如果你要是特意的去看一眼这个手机，就是注视它一下的话呢，这个解锁率呢会大大的提升。如果你要是正面玩手机的话呢，其实这个面容识别还是非常迅速的。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我现在直接点亮，然后往上滑，可能有一声没识别，但是它识别之后会瞬间又进去。来，再演示一遍，开屏，现在是黑屏状态。开屏直接，哦，翻车了。开屏，直接就可以滑进去。面容识别，相信大家最关心的一点就是在运动中，比如说我们在走路啊这种非常常见的场景中，解锁的效果怎么样？实际体验呢，整个的流畅度还是挺不错的。相对于 Note 8来说呢，准确率也要更高一些。整个的过程呢，并没有一开始我想象的那么刻意，但不管怎么样，还是要看一眼。两者实际对比来看，虽然说都会偶尔翻车，但是 Note 8也相对较多一些。iPhone 10从掏出手机看一眼，滑动解锁，整个过程呢还是比较流畅的。还有最日常的从口袋掏出来解锁的过程呢，两者都比较流畅。iPhone 10和 Note 8呢，都可以几乎做到感觉不到解锁过程的存在。另外还有几个小点，比如说这次的相机呢是支持正面的这几个光效了，因为这次它在前面呢集成了这么多的传感器，也是不能白搭啊。这个也是面部识别一个技术上的延伸。这各种光效呢在 iPhone 8P 的那些视频中呢给大家演示过了啊。上滑停到中间呢会切换到多任务，这个就有点慢了，这个比之前要慢多了。还有就是关机的话呢，你需要按2个键。
电源键和音量下键，才能到这个关机的界面。截屏的话呢是非常方便的，我只需要按住上键和电源键，然后单按电源键就是呼出 Siri。OK， 在配置方面呢，这次是和 iPhone 8P 呢是一样的，这是 A11的处理器，而且呢它是有一个仿生芯片，这个其实概念和 Mate 10上面的那个970的那个 NPU 是一样的，3G 的运存在体验流畅度方面呢，应该不需要太多的考量，因为 A11是目前这台星球上最强的移动处理器，没有之一。它有了这个非常深度的人脸识别功能之后，也会做一些技术上的一些延伸，比如说根据自己的人脸来做一个表情包。OK， 咱们来录制一只狗吧。OK， 它是连声音一块给录制下来的，咱们可以点击发送，它需要等待一会儿啊，是有声音的。它是一段小视频，类似于，同样也是支持无线充电的啊。咱们这块有一个三星的充电板啊，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并且这面部识别呢，现在也是可以支持转账操作。咱们给大家演示一下，比如说我们现在转账1块钱，转账，需要允许微信使用面容 ID 吗？咱们 OK 好。哇，这动作非常炫啊，非常快。一下就完成了，咱们再来演示一下啊，一会儿还钱啊，确认支付，非常酷炫的一个动作之后就完成转账了。这块19.4:9的奇异比例屏幕啊，到现在的适配情况呢，微信是可以的，实测之后呢没有什么问题，已经适配。但是微博呢，现在上下呢还有2个非常宽的黑边没有适配，拿在手里就好像拿着一台 iPhone 7、iPhone 8一样，真是不能让我愉快的装逼。相信后边呢也会比较快。王者荣耀呢，那就更不用说了，两侧不光有大黑边，下边还有一个黑条啊，并且现在也没有适配高帧率模式啊，想用它做主力机打王者荣耀，还得需要忍一忍。还有就是目前主流的视频网站呢，也都没有适配21:9比例的电影呢，也只是缩小在屏幕里边啊，看着还是挺别扭的。简单体验一下相机整体的调教呢，和 iPhone 8 Plus 呢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啊。这个在后期的详细视频中呢，我们再详细和大家聊。同样老规矩，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后台回复 iPhone X， 也就是 iPhone 10啊 ，iPhone 10这次的实拍样张，你可以先睹为快。但是由于这次它2颗摄像头呢都是支持 OS 的光学防抖，所以说简单体验一下它这个防抖效果啊，确实要比 iPhone 8 Plus 呢要好了一些。OK， 这个时间稍微有点长，但是该体验的呢，全部都给大家体验到了。综合来说呢，这台 iPhone 10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手感真的是非常不错，因为它非常小，整个屏占比呢非常高，所以说整个的操作感觉和 iPhone 8或者是 iPhone 7它那个感觉非常像但是它屏幕呢又有5.8寸这么大，在这个圆角上的处理上呢幅度是比较大的，但是你稍微适应一下呢也没有问题。还有就是各种手势简单适应一下都还可以，因为整个的流畅度是非常高的。这个面容解锁呢，刚才也给大家做了一些体验，也有一些场景呢是不能识别或者说体验不好的，在后面的详细体验中呢，我们也会跟大家聊，看看它在实际的人们生活中到底表现怎么样，有没有那么方便，还有就是面容支付啊，在安全方面的一些情况。OK， 这次的这个 iPhone 10的这个应该算是一个小测评了吧，该聊的都跟大家聊到了，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再多说一句，我们微信公众号呢最近上线了一个数据库，我们会对测评过的所有手机5大关键数据做出排行和具体的表格，在公众号这个底栏里边点击小白测评，再点击数据库就可以了。你可以看到你关注机型在目前行业中的水平，这个数据是非常详细的。后期 iPhone 10测完之后，我们也会把它的数据加到数据库里边，并且会实时更新。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做你的实时选机数据助手，免费的，赶紧上车。OK， 这期视频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有什么建议、质疑、提问呢？欢迎大家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小白 MTX， 这评论或者私信就可以了。最重要的，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每日新鲜资讯，每日语音，每天我在那儿和你聊天，聊聊科技圈的趣事，聊聊最新发布的手机，不客观真体验。小白测评，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别急，没事，估计3点半才能进去。3点了，还有1分钟。不过现在目前还都是进不去的状态。你如果要是按照这么说，天猫应该是最快的，因为天猫那个地址它已经是弄好了的，根本进不去呀！我操，根本就没有。3点02，但是天猫官网还有就是手机端的 App 全部都是正在为你准备。没法刷新，只能退出去，再进来。进去了？哪儿？官网？为什么就我这啊？可以了。天猫，深空黑256件，立即购买，不在范围之内。结账了，快！继续！哎，输啊，输！赶紧的，快输！你那边赶紧输着。不是，我这都到支付页面了，他说该地址什么不在什么范围之内。咱只要抢到1台就赢了。Yes！ 我们最后在外面的电脑里面把它抢到了，让大家看一看页面，这还有2台根本没有进去。网传的第1种方式。